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每天用一杯咖啡的时间，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好。今天这期咖啡屋分享的内容是：女人老了都避不开3大变丑定律，站一样至少老5岁，看看你有吗？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每次照镜子或者翻看以前的照片，我们都会发现脸上逐渐出现了一些变化。这些变化乍一看很自然，但为什么有的人看起来很年轻，有的人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老呢？原因就藏在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里。1. 女人老了避不开的3大变丑定律，站一样至少老5岁。1. 轮廓垮塌，体态佝偻，下颌模糊，发腮，整体轮廓的变化主要是受到骨骼状况的影响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特别是进入更年期后，骨骼会逐渐流失钙质，这时下颌骨和颧骨的体积和密度都会减少，支撑力下降。颧骨如果萎缩，会让原本由它支撑的苹果肌失去依靠而下垂。下颌骨体积缩小，就像是脸部的地基在慢慢下沉，下颌线一旦变得模糊，就容易形成人们常说的羊腮脸。而苹果肌下垂会加深法令纹，同时驼背和脖子前倾的体态还会影响身高，显得更矮。这不仅仅是因为骨骼的自然流失，还和筋膜层的松弛以及长期低头玩手机等不良姿势有很大关系。2. 面部松垮，疲态，眼凹，法令纹凸，胶原蛋白流失后，眼窝会变得凹陷，泪沟也会变得更明显，同时眼轮匝肌的力量减弱，导致眼皮开始松弛下垂，眼神无光，再加上颧肌下垂，就容易形成苦相纹。嘴角下垂，法令纹也会加深，这样的状态就常常被人们称为泪丑。泪丑主要与熬夜、疲劳和表情习惯有关，不过只要人有精气神，哪怕脸上有皱纹，也不会显得暮气沉沉。比如董明珠签约的孟雨桐，她是位年轻姑娘，但即便如此，她脸上也显现出一些疲态。3. 气质滑坡，发型，穿搭，尽管有些人保养得挺好，但看起来还是显老，这主要是因为发型和穿衣搭配不太合适。长期保持一种发型，比如总是留着同样的长度和样式，会导致发际线后退，发缝变得越来越明显，特别是那种紧贴头皮的直发，更容易让人注意到头发稀疏的问题。至于衣服的选择，虽然穿深色衣服可以让人看起来更苗条，但同时也会让脸色看起来更暗淡。如果尝试换一种发型或者改变一下穿衣风格，就能立刻年轻10岁。2. 着装打扮的改善，可以立刻改变形象。第一步，改变发型。发型对一个人的外观有很大影响，所以想要快速改变形象，换个新发型是个好办法。如果你的头发变少了，最好剪短一些，并且剪出层次感。烫个蓬松自然的卷发，可以让头发看起来更多。短发还能让人的重心看起来更高，显得更轻盈。稍微有点卷的发型比完全直发看起来更有活力，但是不要剪得太短，然后烫成小卷。虽然小卷发可以增加发量感，但看起来单调老气。方脸或者圆脸的女人更适合侧分的大波浪，这种自然的波浪可以柔化脸部线条，让脸看起来更小。如果有双下巴，或者脖子比较短，肩膀比较宽，或者背部不够直，那么可以把头发扎成高马尾或者盘起来，这样可以拉长颈部线条，显得更有精神。第二步，改变穿搭。1. 选对版型很重要，要想穿得有精神，衣服的剪裁非常重要。大部分人的肩膀都不是天生的直角肩，而是有点溜肩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背部也会变厚。这时候如果穿上一件剪裁合身的正肩外套，就能立刻改善体态，看起来更加挺拔。在选择服装时，我们还要考虑到体型和体态，最好不要穿没有曲线的衣服，选择高腰设计的裤子或裙子，可以更好地优化身材比例，避免身材五五分的尴尬。穿裙子时，长度也非常重要。一般来说，过膝的长度最能展现优雅气质，
如果小腿线条比较好看，那么中长裙露出脚踝的设计会更显瘦。另外，小个子女人一定不要穿宽松的长裙，因为这样会显得下盘太沉，看起来既笨拙又矮。穿裤子最好不要选择紧身款，而是要留有一定的余量，偏修身或长款偏宽的裤子最好都能露出脚踝，这样可以显得腿长。如果是直筒长款的裤子，可以直接覆盖到脚面，这样可以在视觉上最大化的延伸腿长。2. 颜色搭配有讲究，很多中年女人喜欢穿黑白灰或者酱红色、藏青色的衣服，这些颜色看起来稳重，但过于老气。其实，柔和的彩色，比如雾霾蓝、燕麦色、浅绿色等低饱和度的颜色，既能让肤色看起来更好，又容易搭配。如果全身上下都是一个颜色，会有些单调，这时可以用丝巾、项链等小配饰来增加亮点。深色衣服确实能显瘦，但如果完全不穿亮色，会比较沉闷。适当加入一些亮色的单品，可以让整体看起来更有活力，更减龄。3. 避免显老的搭配雷区。市面上针对中老年人的衣服，常常是大图案的印花或者颜色比较暗淡，版型也比较宽松，这样的设计并不减龄。其实，衣服上可以有图案，但最好是浅色的底色，而且图案不能太复杂。同时，衣服的版型不能太宽松，否则会显得不整洁，但如果太紧身，又会暴露身材的不足。所以，衣服的宽松度要适中。在选择面料时，也要注意，那些软塌塌、没有形状的材质不要选。相反，稍微有点硬度或者垂感好的面料，能够更好的修饰身材。简单而大方的设计总是比复杂和花哨的设计更耐看。4. 适合自己的风格，无风格不穿搭。女人老了，不必跟风追求流行爆款，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的性格、外貌、气质和出席的场合，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。职场女人可以尝试成熟稳重的大女人风格，简洁大方，能展现出强大的自信和气场。性格温柔的女人可以选择日系通勤风格，既优雅又知性，能够体现女人的温婉和智慧。喜欢户外的女人更适合运动休闲风，轻盈自由，彰显出青春的活力感。5. 恰当的露肤，轻盈点缀。春天到来，很多女人渴望展现身材，适当露肤，尤其是脚踝和腿部，不仅让身形更修长，也能显得更轻盈。除了腿，脖子和腰部也可以适当露出来，但要注意不要露太多，适可而止，否则会让整体看起来不雅观，显得廉价。在南方，天气很快就变暖了，可以穿单件衬衫和裤子，这时穿9分裤配运动鞋，露出一点脚踝，不仅让腿看起来更长，还营造出一种简单又高级的街头风格。6. 塑造高腰线，时髦又减龄，高腰设计更时尚，即使是简单的日常装扮也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利用高腰的线条，你可以轻松地展现出纤细的腰身和修长的双腿。例如，一件短款的针织衫配上一条高腰的阔腿裤，或者是一件条纹衬衫搭配一条高腰的百褶裙，都能通过高腰的线条来凸显出完美的身材比例。特别是条纹衬衫搭配同款百褶裙，再加上一条腰带，非常精致。在春天，高腰的阔腿裤或微喇裤可以选择浅色系，这样不仅时尚，还能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。3. 春季这些搭配很减龄。搭配1 T 恤、半裙。随着天气越来越热，许多女人开始穿上 T 恤，比如一件黑色的印花 T 恤配上一条高腰的半身裙，这样既显得身材高挑又显瘦，还带有一丝帅气。把 T 恤塞进裙子里的穿法可以提高腰线，让腿部看起来更长。脚上再搭配一双黑色的乐福鞋，不仅看起来更年轻，还能和半身裙形成和谐的色彩搭配，显高显瘦。搭配2卫衣、运动裤。如果你不确定出门该穿什么，选择一件普通的卫衣搭配运动裤是个不错的主意。这种搭配适合去户外踏青或者随意逛街，既简单又舒适。
这样的穿着不仅让人看起来年轻有活力，还带有一种青春的气息。卫衣是很多年轻女孩特别喜欢的款式，既清新又显得年轻，即便是年纪稍大的女人，穿上卫衣也能显年轻。卫衣和运动裤的组合，两者相得益彰，共同营造出一种轻松又年轻的风格。搭配3：风衣、牛仔裤、牛仔直筒裤，能让双腿看起来更加笔直和修长。搭配一件米杏色的收腰风衣，既显得温柔又不失高雅。和牛仔裤的组合看起来既清爽又干净，直筒牛仔裤的线条让整个造型看起来轮廓分明、流畅大方。这样的搭配简单时尚，轻松穿出时髦感。搭配4：针织开衫、牛仔裤。针织开衫现在很流行，很多人在搭配时都会花心思。牛仔裤是经典时尚单品，它和针织开衫搭配起来非常合适，不需要太多装饰就能展现出休闲的感觉，同时还有减龄洋气的效果。4: 从自身形态上延缓衰老变丑。1: 让身体喝饱水。水是皮肤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喝水多可以帮助身体更好地进行代谢，代谢不好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和皮肤问题，所以每天建议的饮水量大约是1500到2000毫升，也就是大约7到8杯水。当身体得到足够的水分时，皮肤细胞会保持饱满，减少皱纹，让皮肤保持弹性。2: 坚持防晒护肤。有句话说，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选择护肤品时，要根据自己的肤质来挑，别总听信什么天生丽质的说法。确实，天生丽质是挺好的，但大多数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的女人，都是靠长期的保养。阳光里的紫外线对皮肤伤害很大，是让我们变老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所以平时得注意防晒。出门前记得涂点防晒霜，戴个帽子，或者打个遮阳伞，这些都是减少紫外线伤害的好办法。3: 科学饮食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吃一些具有抗氧化作用的食物对身体很有益处，比如蓝莓、坚果和深海鱼类。这些食物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减少糖分的摄入，像甜食和烧烤这样的食物容易引起糖化反应，这会加速皮肤老化。平时可以多喝骨头汤、银耳羹，因为它们都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。记得要搭配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，例如橙子和猕猴桃，这样有助于促进胶原蛋白的吸收和合成。虽然通过饮食调理来抗衰老可能不会立即见效，但它是最基本和最根本的方法。4: 适度运动。现在很多人开始重视通过运动来抵抗衰老和塑造体型，但是对那些平时不太运动的人来说，突然开始大量运动会对身体造成伤害，因此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很重要。建议可以尝试瑜伽或普拉提这类运动，它们既能帮助塑造体型，又不会过于激烈。另外，每天抽出10分钟靠墙站立，具体做法是让后脑勺、肩膀、臀部和脚跟都紧贴墙面站立。这个简单的动作能够有效改善你的体态。平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面部运动来锻炼面部肌肉，例如吹气球或者练习微笑时让苹果肌显得更饱满。关键是要持续不断地做这些运动，不需要太用力，但要形成一个固定的日常习惯。同时也要注意练习面部表情，每天照镜子时练习自然的微笑，这样可以避免总是抿着嘴，从而减少法令纹的加深。5: 保证充足的睡眠。当你躺在床上不想睡觉，反而越来越清醒时，这其实是你的身体在对抗疲劳，释放出多巴胺让你兴奋。虽然你感觉不错，但其实你的大脑已经开始偷懒，注意力和反应速度都在下降。更糟糕的是，你的免疫系统也开始罢工，这不仅会让你看起来更老，比如黑眼圈加重、眼袋下垂、皮肤松弛，还会让你更容易生病。有的人不到40岁，看起来却像50岁，精神状态像60岁的人。因此，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建议晚上睡7到8小时，中午也可以小憩15到20分钟。如果睡眠质量不好，可以在睡前按摩耳垂、搓搓耳朵，
或者在枕头里放些合欢花，这些方法都有助于改善睡眠。6. 安静稳定的情绪。俗话说，心平能御3000疾。人在慌乱时、焦虑时、生气时，都会让身体分泌茶酚胺，从而加速心脏负担。长期这样，皮肤的新陈代谢会变慢，导致肤色和肤质变差。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，人们会对生活失去兴趣和希望，陷入消极和抱怨的状态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需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脾气，保持内心的平静。即使外界有时显得冷漠，我们内心也应保持美好和丰富。我们要学会理解事情，然后淡然处之，这样生活才会更加舒适。微笑是治愈一切的良药。当你让喜悦绽放在面容之上时，你看起来就会年轻上几岁。其实，变老是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事，但我们能决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。30岁前，我们的外貌主要由基因决定，而50岁后，就要靠自己的自律了。与其每天对着镜子担心，不如从现在开始做出一些改变。走路和坐下的时候要保持良好的体态，出门时记得涂防晒霜，保持开心的心情，认真穿搭，自信大方。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真正的年轻并不仅仅是脸上没有皱纹，而是从内到外散发出的活力和精神。挺直腰杆，穿着得体，心态积极，这样的状态比任何保养品都更有效。女人如水，女人一辈子都不应该变老。可许多女人看似像花，灿烂无比，芬芳四溢，其实她们已经老了，就像花儿一样。花开其实就是花谢的开始。一个女人，当她太在乎自己的外表，太在乎别人对自己气场的赞美，太在乎欣赏自己的优雅和安逸时，她的内心已经开始变老。一个女人的变老，与年龄无关，与文化无关，与修养无关，与职业和家庭无关，说到底与她的心态有关。女人天生不是慢慢变老的，女人变老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瞬间。当她正在找各种理由埋怨、抱怨时，当她正在因为各种小事、大事不完美而计较时，当她正在因为怀宁和仇视伤她的人、欠她的人时，当她莫名其妙地妄自菲薄、自卑、孤独、寂寞时，当她太在乎自己长相、年龄、职业、家庭、爱人、孩子、同事、朋友时，当她苦心用各种外在的东西掩盖自己的卑微时和渺小时，她其实已经老了。虽然别人不会说她老，但她从心里已承认自己一天天的老了。人是有年龄的，正如树会成材，人会长大一样。虽然花有在开时，人无在少年，但漫漫人生就是一棵树历练的过程。世上但凡能开花的树，它永远就不是一棵老树。人也如此，有的女人年龄不大，但她几经老了；有的人历经无数个春夏秋冬，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但她好像被岁月遗忘了一样。老去的只是年龄，不老的却是气质和神色。做一个一生都不会变老的女人，其实并不难，无非就是得知我幸，失之我命的看开看淡而已。都说做女人难，做名女人更难。其实做女人难，难就难在幻想太多，攀比太多，计较太多。女人如水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只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，沉淀不爱慕虚荣的心态，淡淡的来，淡淡的去。该开花的像花一样绽放，该付出的如春蚕一样奉献，不求是否亏欠和得到，傻傻的来，糊涂的过。保持一颗少女的心结，有一份善良的心情。做女人其实不难，世间万物都有名也无名。何为名女人？何为不名女人？名女人只是命里那7分的运气而已。一个一生不会变老的女人，她一辈子就没去计较有名没名，她骨子里从来都不去仰视别人或藐视别人。在她的心里，她就是黄土一把，小草一株。她从不计较自己的男人是否优秀，自己的家庭是否荣光，自己是否是别人的风景。她在乎的只是爱人、家庭的体贴和温馨。只要黑夜有灯，下雨有伞，她就是最幸福的女人。至于别人看得起、看不起，她从不奢望。
正如小草开花一样，你看我也花开，你不看我也会开花。只要心有暖阳，永远春暖花开。一个一生都不会变老的女人，不是从第一道皱纹、第一根白发、第一颗牙齿脱落就觉得自己到了老的年龄，而是她从不相信，从不放弃自己会变老。只有对自己不放弃的人，才能活成不怕老、不会老的人。一个一生都不会变老的女人，除了应该有颗少女的心结外，还必须善良、大度、包容，有所追求，有所寄托，懂得感恩，懂得情调，懂得仪表，永不言败，放弃自我的人。好女人是一所大学。一个一生都不会变老的女人，她一定会尊重生活，热爱生活，无论贫富，无论顺境逆境，她都会笑然面对。只有经过了历练了，她才会心如止水，平静地看待自己，看待身边的人和事。她才会在别人成功时送人玫瑰，在别人困难时伸出双手，在别人伤害自己、嫉妒自己、诽谤自己时一笑而过，在别人误解，在家人不理解，在亲朋好友不体谅自己时，会找1000个理由为别人去开脱。只有自带光芒，才能宽厚别人，扶向别人。一个一生都不会变老的女人，她一定是积极的、乐观的。无论生活多么繁琐，她一定不乱于心，始终以积极的心态去解决。她不会埋怨谁，更不会抱怨老天的不公。她不会因为困难而逃避，更不会因为不顺而哭泣。她会坦然一笑，没关密。人生如溪如江，有险滩一定有平缓。这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只有迈不过的心坎。一切的一切只当是一次历练的过程。一个一生都不会变老的女人，一定是懂得感恩的人，懂得仪表，懂得生活情调的人。感恩是一种福祉，只有懂得感恩，你才会笑容常在。人生其实就在亏与欠、得与失之间摆动过程，终了人生是无亏欠的一种平衡。你感恩于他，一定向欠，只有不向欠的人生才是完美。一个一生不会变老的女人，一定是一个不会亏欠自己的女人。一个一生不会变老的女人，她不会在乎自己胖的难看、瘦的可怜，她看重的一定是自己的健康。只有健康了，才配得上自己不老。好的女人不但会善待自己的身体，还会懂得仪表，懂得生活情调。一个懂仪表的人不一定会披金戴银，但她一定是干净的、开心的。她会在最苦、最累、最忙时，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去看些书、散散步、听听音乐、跳跳舞，装饰自己，干净自己。一个一辈子不会变老的女人，她不一定有钱，她不一定有气场，但她一定是特有女人味的优雅女人。从现在开始，做个一辈子不会变老的女人吧。遇事不乱，遇事不争，遇事不计较，放开，看淡，亏与欠，得与失顺势而为，不攀比，不强求，不奢望，不幻想，不困于情，不乱于心。做一个包容、善良、大度简单的女人吧。生活不是钱堆起来的岁月，人生更不是年龄刻下的伤痕。只要你不怕老，不念老，不怯老，你就是一生都不会变老的女人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